这是一间连老鼠都害怕的房子，只要在里面住上1天就能赢到1万美刀。地板上是黏糊糊的胶水，冰箱里的食物也可以拉丝，就连天花板都在下着淅沥沥的小雨，所有看到的一切都被涂满了胶水。这么魔性的房子，小伙能挑战成功吗？猴子看着陌生的房间，小手碰到的地方都是胶水，不但很黏，脚下还很滑，他只能一直移动保持平衡，这要是摔倒了，一身的猴毛可就保不住了。1个小时后，猴子打开冰箱找点吃的，里面的食物也被涂上了胶水，好不容易拿出来1瓶油，再拿出1瓶可乐，手套就被粘坏了，这也太黏了，想喝可乐是不可能了。猴子准备做点饭吃，意外找到了备用的手套，他把食用油打开，只要涂在手上面，就能隔离开胶水，双手果然舒服多了。他找到1颗鸡蛋，把它粘在天花板上，下面再放一个平底锅，不用双手也可以开鸡蛋了。虽然看着好玩，但这肯定不能吃，就连桌子上的水果也被洒满了胶水。节目组告诉他，只要玩1次平衡板就能拿到食物，平常很容易完成的动作，在这里竟然这么难做。猴子试了好几次都没能站上去，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先把2只脚放上去，再慢慢站起来，果然成功了。猴子得到了美味的食物，手上沾满了胶水，还是直接上嘴巴。厕所里面也有胶水，只是这纸巾应该怎么用呢？吃饱喝足以后，猴子准备看会书，贴在墙上正好解放了双手，就连灌篮的时候都不用担心球会找不到。这么黏的墙壁，能不能粘住人呢？猴子自娱自乐玩得很开心，他把能扔的东西都粘在了墙上，竟然莫名的很解压。再来一个俯卧撑，把他累得不行，衣服差点没粘掉，实在太累了。剩下的时间他准备躺在沙发上，但是躺下容易起来难，算了，还是躺着吧。很快1天的时间结束了，这么难的挑战，猴子竟然成功了。封闭的大门打开，猴子激动的哭了，估计他再也不想看到胶水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让你待在胶水房子里，你最想干什么呢？这2个大小不一的箱子里有2个人，谁先逃出来就会拿到10万美金。大叔选择了小箱子，黄毛选择了大箱子。大箱子4周都是铁皮，且只有1个窗口，外面还缠上了铁链。小箱子4周则是木板，大叔在里面转个身都很困难。挑战开始，主持人转动罗盘为他们选择了第1个工具，是2把锯子。小箱子用小的，大箱子用大的。大叔看了一下锯子，上面的齿痕来划木板应该不错。大叔试着来回滑动，真的划出了一条深缝。再看黄毛那里，这种锯子滑动铁皮时，只能留下刺耳的噪音，并没有损坏一点。急得黄毛在里面乱敲，外面的主持人都看不下去了。然后又转动了罗盘，为他们选择了第2个工具，是2把撬棍，还是一样。大叔用小的，黄毛用大的。黄毛拿到撬棍以后，直接放进2片铁皮的中间，使劲撬那块连接起来的铁皮。他一使劲真的撬掉了1颗螺丝，然后他挨着螺丝开始往下撬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连接的那块铁皮终于被他撬了下来。黄毛笑出了猪叫声，接着他又开始去撬那块大铁皮。再看大叔这边，他拿着撬棍在找撬点，小箱子的边缘没有一点缝隙，他还是觉得从划出来的身缝里找突破口。他把撬棍塞进缝隙里，试着撬了几下，真的撬掉了1块碎片。大叔很开心，继续在老地方接着撬，又撬掉1大块，但是木板的外面是一层铁皮。大叔没有停止，几次发力以后，很快撬开了1个大缺口。再看黄毛那边，那块大铁皮还是纹丝不动，外面的主持人已经为他们选择了新工具，是2把钳子。但是黄毛拿到钳子以后却丢在了地上，他还是觉得撬棍比较好用。他在铁皮的周围撬了个遍，终于可以将铁皮撑起。然而大铁皮的外面则是木板。黄毛用撬棍继续撬，镜头回到大叔这里，他用钳子撕掉了1小块铁皮，然后配合着撬棍使用，终于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了。这时主持人又为他们选择了新工具，是2把锤子。大叔用小的，黄毛用大的。大叔拿到锤子以后，开始使劲砸铁皮，再用撬棍撬开1个口，然后用钳子撕掉周围的铁皮，通往外面的出口就出来了。但是外面还有很多铁链和绳子，大叔决定先用钳子夹断周围的铁丝网，然后再用锯子锯断铁链和绳子。绳子很轻易就断了，但是铁链却没有一点损坏。他又继续用锤子。再看黄毛这边，外面的一层木板已经出现了缝隙，然后用撬棍破坏掉上面的加固螺丝，接着用脚撑住木板。这时1个大缺口出现了，他试着往前移动，慢慢从缺口处钻了出来。黄毛成功逃脱了，而大叔现在却只露出1个头。恭喜黄毛挑战成功。如果是你，会选择大箱子还是小箱子呢？下一个100万挑战，从100层厚纸板里逃脱。3个人同时藏起来，只要最后1个被找到，就可以赢得5万奖金。隐藏的方式自由发挥。大叔决定藏在沙发里，黄毛决定扮成假人模特，而老李则选择与大地融为一体。藏身时间只有半个小时，老李找到1件棕色衣服，然后喷上胶水，
再均匀的撒上些泥土，一件隐藏的衣服就做好了。再看大叔，竟然拆开了家里的沙发，然后在坐垫上挖开一个口子，他把头塞进去试了一下，大小正好合适，然后再把抱枕割开一个洞。做完这一步，他躺在沙发上，让工作人员帮他整理好伪装现场，接着再套上这个蓝色的抱枕。还有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要把脸涂成和抱枕一样的颜色。这一波操作下来，让大叔很自信，情不自禁给自己打了满分。再看黄毛这边，已经穿上了假人模特的衣服，不得不说黄毛太有才了。当他不动时，和那些假人模特一模一样，让人很难发现。再看老李，已经把自己埋进了土里，为了更加逼真，还特意在脸上撒了些泥土。三个人都已藏好，这边的寻找人员大胡子也收到了指令，他径直来到了房间，开始仔细的寻找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大叔和黄毛两个人还在低声聊着天，老李竟然在外面睡起了觉。看到大叔的表情，忽然想起一个动画人物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大胡子找了半天，在经过沙发时，拿掉上面的抱枕，竟然发现了一只手，然后他赶紧去抓那只手，直到把沙发推倒，才发现了大叔。他成功抓到一人，接着向黄毛那边走去。他翻了翻黄毛下面的箱子，又翻了翻黄毛上面的箱子，就是没有发现黄毛。在找了一遍后，竟然离开了这里。睡了一觉的老李醒来，发现周围一点声音也没有，难道比赛结束了，把他忘记了吗？当他喃喃自语时，忽然听到了声音，原来是大胡子来到了外面。他找了下草丛，又找了下树林，在老李的头上经过了2次，都没有发现他。在找了一圈无果后，他又火速跑回了房子里，决定再仔细找一遍。很快来到假人模特那里，挨个摸了一遍后，又摸了一下黄毛，这才发现了伪装的黄毛。这时助手提供了一条线索，最后一人在外面。然后大胡子赶紧跑到外面，仔细的寻找着。在上坡途中，忽然发现了埋在土里的老李。坚持到最后的老李赢得了比赛。如果是你，你会装扮成什么呢？500斤的糖果中藏着一颗大钻石，只要在1小时之内找到它，就能把钻石带回家。使用的工具只有一把凿子。3个人轮流去开大糖果，把掉落的渣渣装进木匣子里。每次装满都会获得新工具，一个人负责砸，2个人负责捡。很快木匣子就装满了一半。主持人拿来一把小刀，而他们却想要展柜里的大刀。主持人告诉他们，打开更多的糖果你才会得到它。他们只能继续开采。时间过去了5分钟，这么大的糖果几乎没有缩小，但是嘎嘣脆的渣渣一直在掉落。他们不停地收集，眼看就要装满了。老王赶紧再添一块。这次的工具有2个选择，一边是3把锤子，一边是1把榔头。他们果断选择了3把锤子，拿到手里才发现竟然是橡胶锤，砸在糖果上就像在按摩。3个人朝着同一个目标发力，结果也是一样的白搭。而主持人却把木匣子换成了新的，洞口也变成了小的，大块的糖果是进不去了，他们只能砸得碎一些。小黑砸碎糖果，老王和大壮2人往里面装，橡胶锤子几乎一点作用也没有，他们只能捡一些地上的渣渣，东拼西凑，终于把木匣子装满了。这次的新工具是1把榔头，铁榔头果然很好使，差一点把捡糖果的小黑砸懵了，估计是他太黑了，大壮还以为是巧克力呢。时间过去了15分钟，大糖果的边缘被砸开了很多，他们又装满了一个木匣子，新工具就藏在保险箱里，想拿到只能去开保险箱。铁质的大门非常结实，他们使劲砸都砸不开。大壮很快想到可以用榔头的羊角撬开铁皮，周围的钉子钉得很结实。大壮别开上下几颗钉子，把铁皮砸扁，里面是一层木板，还好不是很厚。大壮很快就砸开一个洞口，老王的小手伸进去，拿出来一个铁疙瘩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砸在糖果上还挺好使，碎块哗哗的往下掉，必须加工碎一些才能装进木匣子里。时间还剩下30分钟，大糖果被砸开了1/5。等木匣子装满，主持人又拿来了新工具，糖果做的手套。用糖果砸糖果，你是在比谁更甜吗？家伙看着是很大，却起不到什么作用，很轻易就被用坏了。而主持人却一点也不心疼，看来他是故意拖延时间。但是靠着捡地上的碎屑，他们再次装满了木匣子。新工具是一个棒球棍，大壮只砸了一下，双手就被震得发麻。老王接过来继续砸，大壮只能去装木匣子。3个人的完美合作，很快又装满了木匣子。这次的工具是1把镐头，用来开采糖果特别好使。时间还剩下20分钟，大壮和小黑轮流去砸，老王马不停蹄地收集碎屑。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他希望可以拿到更厉害的工具。只剩下15分钟了，木匣子再次装满。主持人拿来了雷神的锤子，大壮竟然拿不动，老王很轻易就举了起来。怎么还挑人呢？原来锤子是假的。接下来主持人让他们自己选工具，小木牌滚到哪里就选哪个。老王的运气不太好，他选到了橡胶锤，小黑选到了大锤子，大壮选到了铁疙瘩。老王决定收集碎屑，让小黑和大壮2人砸糖果。
时间在1分1秒的消失。小黑使出了全力，糖果被砸开了一半，老王也装满了木匣子，工具立马升级了。他戴上头盔，挥舞着手中的大斧子，一边锤子一边斧子，大壮显得格格不入。老王见状直接砸开了展柜，拿出里面的双刀。大壮又恢复了自信，地上掉落的糖果越来越多。3个人一起去装木匣子，果然人多力量大，他们很快就装满了。这次的工具是一把大镐头，拿到了趁手的工具，大壮更加卖力了。但是时间只剩下2分钟了，糖果被砸开了一大半，还没有找到钻石，他们能挑战成功吗？3个人轮流去砸，一刻也没有停歇。时间只剩下1分钟了，大壮的镐头垂直往下砸，只听见嘣的一声，他砸到了玻璃盖子，掀开一看，露出了里面的大钻石。他们挑战成功了，找到了大钻石，3个人将一起平分奖励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什么工具才能快速打开呢？3吨的混凝土里有一颗大钻石，谁先拿到它就有100万奖金。这里面还有很多小钻石，一个蓝色的重量有1克，一个绿色的有5克，一个红色的有10克。收集到的钻石到达一定重量时，可以购买新的工具。这次节目组只做了2块混凝土，介于2个人的力气没有1个人的大。开局的工具每人一把榔头，3个人都在围着石块的边缘敲击，果然有棱角的地方容易破碎，真的砸掉了一大块，还得到了1颗绿钻石。他赶紧拿到主持人那，重量达到10克可以兑换新工具了。他选择了一把斧子，然后接着用斧子砍石块。老王也学着4眼用铁球撞击石块，来回几次，他也拿到了1个绿钻石。于是他拿起斧子和榔头一起敲击石块，不一会就拿到了第2颗绿钻石。他需要继续努力。这边大壮也拿到了斧子，并且还发现了1颗红色钻石。他在边缘小心翼翼地敲打，并不想弄坏这第1颗红色钻石。眼看露出的地方越来越多，大壮加快了速度，很快就拿出了那颗红色钻石，再加上1颗绿钻石，让他成功解锁了新工具。大壮拿到斧子之后更加的卖力，一把使下去，竟然得到了2颗绿钻石。看到大壮解锁了新工具，4眼也着急了，他用斧子使劲敲打石块，也拿到了3颗绿钻石。你会选择用什么工具呢？小伙把房子改造成4个极其隐形的密室，只要藏起来不被赏金猎人抓住就能赢到奖金。这次的地点设在600亩地的海景别墅里，他们可以随意改造，不用担心提灯定损。小白发现大厅的柱子是空心的，准备砸开来藏进去。乔治劝他不要冲动，这是一根承重的顶梁柱，如果不想被砸死，还是换个地方吧。那旋转的楼梯呢说的是啥？你们听懂了吗？阿伟打算模拟雕像处在院子里。No, what are you doing? 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去找其他地方吧。他爬上屋顶，钻进烟囱里，自制的烟雾弹非常呛人，阿伟咳得肺都要气炸了。而乔治钻进毛绒玩具里，张牙舞爪，蜷缩着身体很难受。或许下水道里是个好地方，竟然有大虫子。年龄最小的佩奇准备躲进烤箱里，他担心变成烤乳猪，还是算了吧。小朋友还是躲在柜子里更安全。他要把里面改造成粉红色的秘密房间。阿伟不小心触动了房主的开关，才发现2楼的玄关竟然有个密室，他正好可以躲在里面，而且还不用动手布置。但是要找来更多的鞋子掩饰开关，一边比赛的同时还能一边健身，何乐而不为啊？小白打算藏进水里面，但是迟迟不敢跳下去。乔治好心帮他一下，这水是绿色的，怎么变质了？闻起来臭臭的。小白赶紧跑到房子里换衣服，这个卧室的浴缸竟然镶在了地下面，他可以搬来一张大床掩盖起来，肯定没人能找到。床和浴缸之间要做的足够结实，万一有人砸坏了浴缸就有点得不偿失了。接下来他要躺在里面舒服的等待着。乔治找不到好地方，有些着急。他看到门口的垃圾桶，忽然有了想法，如果藏在垃圾桶里伪装成盆栽的样子，应该没人会想到吧。这个方法超乎正常人的思维，能不能骗过猎人的眼睛呢？4个人藏好不吱声，猎人也准时来到了门口。子承父业，他必须在1个小时之内找到4人，奖金就归猎人所有。他前脚刚进入房子，乔治就跳出了垃圾桶，然后偷走了猎人的小汽车，迅速开往维修的车库。他希望朋友能帮忙拆除汽车的引擎，可能要需要很长的时间，但是乔治等不及啊，猎人随时会发现汽车不见了，看来只能自己动手了。他不管3七21，能拆的不能拆的通通拿掉。猎人在房子里拆家，乔治在外面拆车，谁的速度更快呢？汽车的发动机被完美拆除，留出的空间正好可以容纳1个人。乔治要在车头改造密室，这样的奇思妙想非常人所为，但是没有了发动机怎么把车返回去？他让朋友在后面使劲推，当他们返回原位时，猎人还没有找到1个人。乔治快速钻进引擎盖里藏了起来，这么危险又奇葩的密室他能藏到最后吗？猎人在房子里翻箱倒柜，他始终找不到一点痕迹，仔细筛选了1楼和2楼的客厅，
开始向卧室下手。这个房子大的离谱，找来找去浪费了一半的时间，他们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猎人很崩溃，他向父亲打去求助电话，老猎人让他不要放弃。作为家族嫡系，天生就是找人的，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嗅觉。猎人再次打起精神继续寻找。阿伟在密室里奋笔疾书，不断的运动，他要成为最强壮的男人，只要来一杯蛋白粉就能让肌肉上升一个等级。但是想喝却找不到了，突然想起遗忘在厨房的餐桌上，他迫不及待要喝到蛋白粉，所以决定冒险去取。只要拿着隐身盾牌，猎人就看不到他。不巧猎人正好也找来了厨房，阿伟趁他翻找的间隙迅速拿走了蛋白粉，然后赶紧返回密室。但是遗落的盾牌还是露出了马脚，这只鞋子是谁穿过的呢？猎人愤怒地扔掉鞋架上的鞋子，只有一只扯不掉，难道……果然在这里，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人，阿伟被淘汰了。这时外面的汽笛声响起，猎人赶紧去挪车，没有了发动机，汽车怎么启动呢？乔治只能替代发动机模仿轰鸣声，然后还要拖动汽车起步。这两只人力的小脚承受了太多压力，终于把车停到了一边。但是这样的操作猎人感觉很别扭，今天的车子怎么这么慢？难道是发动机坏了？乔治被找到了，他弄坏了汽车，猎人让他赔辆新的，不然就交换一下汽车。折腾了半天还是得不偿失啊！猎人找到了2个人，时间还剩下10分钟。小白自认为躺赢了，但是猎人很快找了过来。他敏锐地发现这个卧室竟然有2张床，而且位置也很奇怪，于是掀开来一探究竟。绿色的灯光格外刺眼。终于找到你了，小白也被抓到了。他找到了3个人，时间只剩下3分钟了。佩奇藏的都快睡着了，他对着对讲机唱起了儿歌。猎人隔着墙壁好像也听到了，他用锤子砸开墙壁，以为有人就藏在里面。没想到只有一个会说话的对讲机，佩奇以为他的陷阱天衣无缝，但是猎人只是不精，并不是傻。他知道对讲机是双向的，一路寻找着声音，很快确定了目标。当他开心地打开柜子时，里面竟然是空的，原来旁边还有一条通道直通外面。佩奇卡着时间跑出了密室，猎人挑战失败了，2米的汉子竟然输给了小孩。他请求输就输了，可千万不要告诉他老爸，这赏金家族的脸可丢不起啊！男人把大象的牙膏膨胀了10万倍，据说破坏力可以轻易毁掉一座房子。魔鬼一样的大象牙膏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他们找来废弃的校车和房子进行实验，当大象牙膏增加到数倍时会有多炸裂？首先测试的是一个空瓶子，他们把过氧化物和洗洁精倒进去，然后快速加入催化剂，拧紧瓶盖，赶快跑。膨胀的牙膏撑破了瓶子，化学反应很强烈。如果用校车做实验，会不会更厉害呢？接下来要测试的是超大波波球，氧化剂量增加到100倍。当催化剂小心地放进去时，他们快速封闭了出口，再推波助澜一下，大象牙膏瞬间膨胀，撑爆了波波球。越来越好玩了，大象牙膏分解的越来越多，多到大象也用不完，这可能就是它名字的由来吧。接下来要测试废弃的校车了，他们把剂量直接增加到1万倍。这么大规模的实验，又期待又害怕。所有人员撤到安全区域，小助手扯掉控制催化剂的绳子。大象牙膏从车的缝隙中飞出，仅仅几秒钟就把汽车全部淹没。它的分解速度如此之快，眨眼之间就结束了精彩的画面。大房子的实验已经准备就绪，他们1比1还原了迷你版的小房子。当几种化学物品同时放进去时，会出现什么结果呢？大象牙膏冲破一边的墙壁溢了出来，里里外外把房子全部包围。接下来要用大10倍的房子继续实验，化学物品不变，剂量继续增加。主持人割断催化剂的绳子，和小房子的反应一样，大象牙膏膨胀了10倍的泡沫。接下来要测试大房子了，里面有很多个房间，好像面积还不小。他们把剂量增加到10万倍，调制好倒进房子的容器里。忙碌的身影，期待的眼神，这一场大规模的实验很让人激动。所有人撤出场地，离得越远越好。当控制的绳索松开时，大象牙膏像洪水般喷涌而出，彻底把房子挤爆了。化学的力量极强悍又震惊，比想象中还要炸裂。就连离得很远的工作人员也被淹没了。实验的结果超乎想象，他们又一次创造了记录。
只有1平方米的房子可以住人吗？谁能在里面住上7天就能赢到10万卢布？房子小的目瞪口呆，但是设施还算齐全，不仅有桌子、椅子、卫生间，还有一张 IO 型的硬板床。这是出自哪位设计师之手，竟然设计的房里房气的。200斤的乔治几乎卡在了里面，蹲下转身都很困难。如果想上床睡觉，他必须要把自己3折叠起来。本来想要休息的法让他更累了。相对瘦一点的阿伟和老王稍微好一些，虽然四处碰壁，但也能克服一下。只是幽闭的空间让人窒息，他们不知道能坚持多久。等3人安顿好以后，主持人准备了大份的午餐，1大盆沙拉，1大盆泡面，还有1大桶山泉水。这些食物足可以够吃1个星期，饿是饿不着了，只是本就狭小的空间更加拥挤了。乔治想要倒一些水喝，没想到这么简单的动作差点把他累死。好在方法总比困难多，他终于是喝到水了。1平方米的房子只有1块瓷砖大小，不管是站着、坐着还是躺着，都让人感到拥挤。如果要住在里面，谁能做到呢？晚上10点的时候，他们准备要睡觉了，主持人却抱来一只超大玩具熊，塞进了3人的房子里。唯一的规则就是不能丢出去。小小的房子里又多了1名不速之客，这让他们非常难受。老王直接把他扔进了厕所里，乔治和阿伟选择放在床边，万一不小心掉床，还能减轻点疼痛。折腾了1天，他们也累了，不管睡得着还是睡不着，都要试着睡一下。IO 型的硬板床也只能蜷缩着双腿躺下，整个夜晚翻来覆去，乔治睡到4点就醒了，他浑身酸痛，越睡越累，非常想念家里柔软的大床，但是那么多的奖金又不舍得放弃，他还想指着这笔钱给自己买辆车呢。说到车，像我最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，才花了9万多，比新车便宜了15万，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。总之听我的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阿伟睡到7点钟也醒了，他的双腿已经麻木了，必须下来活动活动。这么小的硬板床根本睡不好。缺少睡眠的老王打不起一点精神，而乔治和阿伟已经起床了，他们决定洗漱一下，让自己看起来更精神。第2天早上，主持人买了咖啡和早点鼓励他们，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，每人1包彩色的气球，他们可以用气筒或者用嘴巴吹，谁先吹完就能赢到奖励。3个人赶紧开始了比赛，用打气筒的速度还是太慢，还是用嘴巴吹更快一些。他们吹的腮帮子酸痛也没有停止，比赛激烈的进行着，一个接着一个。老王首先吹完了所有的气球，阿伟和乔治还是慢了一步，只差几秒的时差。他的奖励是1台游戏机，用来打发时间着实不错，可以暂时忘记烦恼。时间很慢，来到了下午，主持人决定开始新的挑战。他找来3个陌生人放进小房子里，安静的环境一下吵闹起来。他们喧宾夺主，非要占据大床，不管3人同不同意，主持人建议他们和平共处。这么小的空间怎么和平？乔治的室友索性脱掉了衣服，非要这个时候去洗澡，几乎用光了所有的纸巾。乔治气得脸都绿了，打开房门就要赶他出去，没想到老白也很倔强，完不成任务不能离开，他们也没得办法，只能互不打扰。直到一个的突然出现，乔治再也忍不了了，一脚把他踹了出去。这么小的空间放你还是个人吗？时间过得很慢，又到了晚上，老王很怕室友会留下来过夜，于是和他商量离开的条件。小哥要他拿到奖金以后分他1万卢布，老王想都没想直接同意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阿伟那边也是同样的条件，只有陌生人老白空手而归。主持人告诉他们，熬过了今天晚上就是第3天了，他很想跳舞庆祝一下，来回踢踏的小脚好像在宣示自由，可以伸展的空间简直太棒了。被困的3个人也只能眼巴巴地望着。又到了睡觉的时间，虽然难受，但也要去睡，不然明天的精神会更差。恍恍惚惚又是一夜，他们垂头丧气，好像有点迷茫，没有人离开，不知道要住到什么时候。主持人提出新的挑战，每人折1架飞机，谁的飞得最远就能赢到奖励。折纸飞机并不难，他们很快完成了制作。主持人挨个试飞了一下，只有老王的飞得最远，他的奖励是可以出门透透气，但是不能离开房子，所以连房带人一起被抬进了卡车里。老王突然就后悔这个奖励了，这明明是惊吓好吧。卡车围着仓库转了1圈就回来了，老王的心跳久久不能平静。乔治的女友带着狗子前来探视，他好像感受到了家的味道，所以当夜晚再次来临时，他睡得格外安稳。但是在第4天的时候，乔治还是很想家，他意识到可能撑不过其他2人，所以打算放弃。他表示已经尽力了，使劲伸展一下4肢，被束缚的日子太难过了。比赛还剩下2个人，他们同样坚持，谁也不想认输，好像适应了这种蜗居的生活。第5天的时候，主持人再次增加难度，把透明的墙壁换成了木板，看不到外面的空间好像缩小了一半，视觉上更加拥挤了。但是他们好像没受到影响，依然还在坚持。第6天的时候，阿伟感觉很热，没有空调没有风扇可能会被热死，但他还不想出去。老王也表示不想离开，
主持人很佩服两人的耐力，只是这样比下去可能明天也分不出胜负。这时阿伟提议他们可以达成平局，奖金平分，不知道主持人同不同意。看到他们如此僵持，主持人也只能妥协。这种双赢的局面皆大欢喜，为什么不支持呢？他们坚持了6天已经是奇迹了，很佩服两人的意志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能坚持几天呢？小伙把新房子改造成了超大鱼缸，不但可以养鱼，还可以住人。建造这么大的水族馆简直是童年的噩梦。黄毛打开了家里所有的水龙头，没有被限制的水流开始肆意的流淌，仅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淹没了脚踝。而同居的阿伟却异常兴奋，积攒了1个月的衣服不用洗了，而且洗澡也不需要换水，盆里面泡完，外面还能再投一遍。只是马桶失灵了多少有一点不方便，但他能在房子里划船属实很惊喜。黄毛拿来了很多泡沫条和水气球，他没想到水流的速度这么快，几乎淹没了床的高度，还好提前切断了电源。房子里除了有水没有其他的危险，如果要灌满整座房子可能需要几千升的容量，现在1半的水位也没有达到。黄毛决定砸开主管道开闸放水，湍急的水流一泻到底，水位也在迅速升高，很快就淹没了大腿的位置。住房变鱼缸，这可能是脑回路最离谱的一次。黄毛发现被水泡过的家具开始松动，木质的门板也在脱落，他很担心房子撑不住压力突然倒塌，现在只有加速放水，尽快完成养鱼的梦想。小美把瓶装水倒进房子里，几乎溅不起一点水花。黄毛借来一根很粗的水管，水流的速度奔腾不息，水位也在快速升高，仅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淹没到了胸口的位置。而个子稍矮一点的室友马上就要喝到水了，这样的容量足可以用来养鱼。黄毛决定添加一些新室友作伴，而真鱼很脆弱，经不起折腾。他考虑再三，只好买了一些机器鱼放在房子里，小鱼欢快的到处乱窜。黄毛穿上潜水服也加入了游戏。这座他熟悉的房子虽然变成了水族馆，但他依然可以正常生活，睡觉、洗手、洗衣服。看似疯狂的行为，实则有点颠。他沉浸在水族馆里遨游玩耍，完全不考虑房子的感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被水泡过的房子还能结实吗？用1个小时把房子改造成5个极其隐形的密室，谁能躲过光头刺客的搜捕就能赢到10万奖金。游戏规定每人选择一种颜色藏身，只要将出口设计的足够隐蔽，就能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藏到最后。小兰计划建造一个假泳池藏身，只要依附在真泳池旁边佯装扩建部分，但它只在顶部注满了水，下面的空间改造密室非常大胆，唯一的破绽就是一眼望到底的透明感。好在提前准备了很多掩盖池底的游泳圈，躲在下面完全看不出异常。节目组布置了很多符合玩家主题的房间，他们可以任意设计改造，也可以发挥想象打造更加疯狂的密室。小绿挥舞着拳头将卧室的墙壁打通，他计划建造一个高科技秘密入口，外面的书架嵌入的毫无违和感，只要将密码锁完全隐藏起来，机关一样的密室门谁会找到呢？小红也在主题房间找到了思路，她准备在角落处新增一面假墙建造密室，出口的位置就用一个超大的按钮掩盖，洞中洞的设计非常隐蔽，这样的密室伪装它能藏到最后吗？小粉在楼梯的旁边发现一面空心的墙壁，他在摄影师的帮助下轻松打开出口，里面的空间很大，足可以建造密室，但是外面的壁画特别显眼，一般人都会忍不住打开。小兰预料他活不过3秒，而小粉早已留好了后路。密室中的密室没有想到吧？他的迷之自信让人惊呆，小兰也只能强颜祝他好运。小黄的颜色就很难隐藏了，他打算爬上屋顶，距离太阳近一点，才发现根本追不上耀眼的光芒。但在另一个天台发现了很多黄色的稻草堆，用来建造密室简直太合适，而且里面的空间很宽敞。欣赏这么有趣的剧情，肯定离不开一台好的设备。我发现新款发布后，转转上买2手手机才更划算。他家的苹果16只要4100，15只要3200。我这台苹果14 Pro 性价比也很高，3600就能入手，感觉特别值。而且转转还是个靠谱的2手大平台，手机都经过多轮严格质检。他家平板性价比也很高，买靠谱2手我只推荐转转。5个人躲在密室里用心的布置房间，完全不知道光头刺客已经来到了现场。多年的暗杀经验让他很擅长寻找线索，刚一进门就敏锐地锁定了5人的藏身颜色，只要1个小时找到他们就能拿到奖金。这么明显的密室肯定是诱饵，刺客不想在这直白的区域浪费时间。他转身走向了小红的房间，隐藏的密室可能建在任何地方，他只有暴力搜索减少时间。角落的超大按钮非常显眼，刺客扒开中间的三角形，把头伸进去找人。当看到里面黑乎乎的墙壁时，还以为自己多虑了，准备离开的同时，突然发现了新线索。这个味道很熟悉，原来小红在进入密室之前不小心割伤了手指，一下就暴露了目标。成为了第一个被淘汰的玩家。
刺客一路找到了后院，蓝色的泳池不禁引人怀疑，但他看到里面清澈见底的水层后，立马转身找向了别处。外面的空间会用什么物体建造密室呢？他寻找了10分钟，一点线索也没有，只好再次回到了房子里。他快速爬上狭长的楼梯，突然意识到拐角的位置有可能是空的，于是再次搜索被打开的密室。小粉恐惧的心跳加速，他担心刺客会真的开火，只好赶紧认输投降。第2位玩家也被找到了，时间还剩下20分钟。偌大的房子很难仔细翻找，而隐藏的密室更让人看不通。光头刺客一路找到了绿色的房间，他看到墙壁上的书架非常奇怪，还有这幅壁画，摘不下来反而发现了隐藏的密码锁。小绿侥幸以为他肯定打不开，但是上面留下的指纹很快就被破解。时间还剩下10分钟，刺客看见梯子就顺路爬上了屋顶。他已经筛选了3种颜色，其他2人会藏在哪里呢？突然他看到一片光秃秃的干草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肯定有人藏在里面。I'm gonna give you 5 seconds to come out. Oh, trust me, you're not gonna like what's coming next. 小黄害怕的不行，赶紧跑了出去，只剩下小蓝一人了。刺客在房子里又快速搜索了一遍，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等他再次找到泳池时，终于发现了池底的秘密。2人仅隔一层玻璃，但是刺客却找不到出口。虽然发现了小蓝，但是没有抓到他。时间1分1秒的消失，直到比赛结束，刺客也没能找到出口，但他却不认为自己输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认为谁赢得了比赛呢？